那生物露出了本体，原来是一颗直径1米多的黑色眼球，上面还有焦黑和血迹。这眼球闭合时隐藏在虚空中，睁开时发出赤光，威力惊人。他和10号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对决。10号使出雷帝秘法，但眼球居然挡住了雷电，还召唤出一口血池，想要吞噬10号。10号也不甘示弱，召唤出雷池和血池对抗。最后2座池子冲撞在一起，爆发出绝世光芒，整个天地都被覆盖了。当光芒消退后，10号狼狈不堪，战衣破碎，浑身是伤。而那眼球虽然也受伤了，但依然带着冰冷的杀意。他用古语和10号对话，说他只过来了一只眼睛，不然10号根本不是对手。10号心里一震，这眼球的本体肯定超级强大，连教主来了都未必能对付得了。眼球还提到镇守边荒的7大王者。10号站在那里，一脸震惊，眼神里满是不可思议。他心里清楚，要不是那根青铜断毛毁了眼球大半的生机，自己连这只眼球都对付不了。那眼球冷冷地看着他，语气里透着一股不屑道：若非有伤，你以为可以在我面前放肆吗？10号心里一动，试探着问道：镇守边荒的7大王者盖世无敌，要是他们出手，你肯定过不来，是不是他们的手下伤了你，让你侥幸逃了出来？他这是在套话。眼球一听，大笑起来，笑声里带着冷冽和杀机。7大王者，那是多么久远的人物了，还有人在提及？哈哈，10号心里一沉，难道7大王者真的已经不在了？那些最血的祖先，号称无敌的王者，镇守边荒，立下盖世功勋，连死都要无声无息的吗？10号心里一痛，压抑和悲愤的情绪在心里翻涌。眼球冷悠悠地说：所谓的边荒都快不存在了，我们即将过来，到时候天下大同。10号反驳道：你少废话，连你这么强大的生灵都只是逃过来一枚眼球，还被人用战矛钉穿了，险些彻底毁掉，还妄想全部入关。他想从眼球这里了解更多消息。眼球嗤笑了一声，盯着无人区深处说：我这伤不是在边荒所附，而是这片禁区太诡异，有不灭的战矛刺痛了我。10号大吃一惊，这禁区里的一根生锈战矛居然能重创眼球。突然眼球沉默了，像是在思考什么，然后猛地睁开眼睛，眸子一片赤红，杀气更浓了。他自语道：被这战矛洞穿，我小气了一会儿，以为只有几个时辰，不曾想到已经过去1万年。10号心里一叹，1万年，这生物太可怕了，实力强横，幸好被重创了，不然肯定是个大麻烦。10号揶揄道：嘿，你所说的边荒不复存在，看来破产了，你们那边败了，无法过来。眼球看了他一眼，带着蔑视和怜悯说：你应该悲哀，因为第2种方案实施后，一旦他们过来，这所谓的3000道州都将不复存在了，更可怕。10号急切地问道：你在说什么？眼球告诉10号：等你死了，我告诉你的残魂。说完他就向前扑来。10号一声长啸，动用所有宝术和眼球大战起来。这几年10号一路高歌猛进，特别强势，但这次却险死还生。这枚眼球虽然残缺不全，却厉害的邪乎。10号大吼道：我不信杀不死你！眼球已经赤红如血，通体发光，让虚空都扭曲了。突然眼球中的青铜断矛颤动起来，发出炽盛的光，震落铜锈，上面还浮现一行古字。眼球大叫，不断淌血，浑身更加焦黑了。他怒吼说道：我就知道你这残兵是仙气碎掉所留，有仙道意志。原来这战矛是仙气碎掉后留下的，有仙道意志，所以眼球无法逼出他。10号大吼一声，杀！青铜战矛也在震动，让眼球惨叫，鲜血长流，裂开了2半。那瞳孔红的刺眼，还射出赤霞。10号心里一惊，这眼球太危险了，得赶紧解决。他各种宝术齐上，向前猛轰。可这眼球就像个无底洞，不断喷涌着血液，颜色从赤红变乌黑，还带着阴冷的气息。更诡异的是，眼球居然化成了一个黑洞，吞噬周围的一切。10号全力对抗，使出柳神宝术，金色枝条飞出，试图瓦解黑洞。看到柳条的眼球也震惊了，他冷冽地盯着10号，质问道：那株柳树还没死，是不是？10号还没反应过来，眼球内居然开启了一道地狱深渊般的门户，要将他收进去。10号大喝一声，挥动大罗仙剑，剑台发光，璀璨无比。眼球又是一惊，发现插在他体内的断矛疯狂震动，还燃烧发光。10号也察觉到异常，随着他挥剑，断矛上的古字越发璀璨。眼球惊恐大叫，可已经来不及了，断矛内的仙道烙印炸开，残气分解，拖着眼球走向毁灭。眼球瞬间爆碎，一切归于宁静。10号怔怔地看着剑胎，这东西太诡异了，绝非表面那么简单。10号继续前行，禁区里诡异得很，有些地方能飞，有些地方却有诡异法则，会把人从天上斩落。他追上不少修士，但看到更多死尸，这些尸体毫无伤口，含笑而终。10号没时间探究，继续赶路。突然前方血雾弥漫，地上全是尸体。
10号放缓脚步，看到一颗颗蓝色大星悬在半空，道路两侧也有陨落的大星，这些星辰都绽放符文，像是被绝代高手炼制而成的大阵。10号小心翼翼地向前，发现路上的尸体更多了。他终于来到前方重要地段，看到一个女子被禁锢，天上星辰落下流光，倾泻如沙粒，压得虚空扭曲，还震荡出无形剑气。10号惊疑，这剑气直斩元魂，难怪路上那么多尸体。这原来是古代残阵，虽破损厉害，但威力依然惊人，毕竟是无上大能炼化星辰布下的法阵。突然10号看到了青仙，他被禁锢，眉心一血，凄惨得很。青仙是连族初代，当年10号还和他兄弟打过交道。10号想救他，可青仙已经不行了。临死前，青仙化成一粒种子，虚弱的让10号把他埋在附近，说这是他的大劫，也是机缘，还提到了什么混沌青莲。10号觉得这事儿挺奇怪，但还是照做了，把他埋在了不远处的土壤里。5天后，10号来到一片紫色竹林，白雾腾腾，仙气十足。他小心翼翼地走进去，突然天地大变，仿佛进入了一个新世界。这里山川灵秀，仙禽瑞兽到处都是，还有麒麟幼兽、仙皇化成的少女，甚至一个背着光明仙金剑的青年男子。10号惊呆了，这地方太诡异了，像是仙古纪元的小天地，还活着的人说不定也是那一纪元的。10号有点懵了，不明所以，不知道这是幻境还是真的。仙皇化的女子还跟他打招呼，问他从哪儿来，说这里是仙府，还有盛会，年轻俊杰都汇聚在这儿。10号觉得这事儿太离谱了，他甚至去捏了捏麒麟幼兽，发现这东西是真的。10号呆住了，心里嘀咕：我这是梦游仙谷，还是仙谷再现？到了如今这一世，怎么还能见到这等生灵？皇女关心地问他怎么了，10号说自己头晕，心里其实满是疑惑。皇女和其他人都觉得奇怪，修士怎么可能无缘无故头晕呢？除非是重伤，不然精气神都是饱满的。皇女调侃10号是不是开始河道了，10号尴尬地笑了笑，他根本没听说过河道这回事，他现在的修行法门和这些人完全不一样。背负光明仙金剑的男子温和地问10号修炼的法门，10号硬着头皮说是一种蛊火。男子表示这一定是前辈大能留下的火种，一旦融合，10号就会成为超级高手。这时怀抱着白色麒麟幼兽的少女注意到10号背负的大罗仙剑，觉得有点特别。有人觉得这件有点眼熟，但皇女却说这件看起来很普通。背负宝剑的青年男子也说自己的剑是仿品，掺了光明仙金，但和仙王的兵器没法比。10号心里一动，他背负的这口剑胎说不定还真有点来历。他觉得这些人讲述的东西，比如传承、道法等都很真实，让他心有感触。皇女提议去赴会，说这是一场盛会，各族来了很多强者，还有巨头来讲道。10号心里一喜，不管这里有多诡异，他都要去看看，说不定能学到点什么。10号觉得如果能在盛会上听到绝代高手讲道，那对他肯定大有好处，绝对值得一去。一路上这些年轻人三三两两的聊天，都很悠闲，一点不焦虑，也没有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。10号心里感叹，这些人真是太与世无争了，和他见过的修士完全不一样。他们来到南海紫竹林，这是前辈大能的府邸，也是盛会的举办地。一头8头大蛇飞来，每颗头都有小山大，背上驮着一座玉石宫殿，消失在碧海中。有人惊呼，一位真仙到了。接着一口大钟横过天际，钟声平和，让人心生感悟。有人惊讶地说，吴中大人来了。10号心里一震，吴中这个名字他太熟悉了，3000道州有他的残钟，他没想到吴中居然还活着，还在这里现身。他们继续前行，看到一片紫竹林，竹子又粗又壮，扎根在海底，露出海面的部分坚韧直立。10号惊叹不已，这地方简直就是修炼圣地，比3000州任何地方都强。他们穿过紫竹林，来到南海深处的一座仙岛，岛上花香鸟语，四周碧海环绕，紫竹林高大，仙气蒸腾。10号感叹这里是真仙洞府，其他人却觉得没什么奇怪的，因为他们本来就生活在这种地方。岛上已经来了很多人，大家都很平和，没有争执，带着满足的笑意交谈。岛上有玉石桌椅，摆放着珍稀的果实和美酒，白雾流淌，金色莲花盛开，5色神鹿和白猿为众人服务。10号觉得这里简直是修仙者的天堂，他有点羡慕这种生活了，甚至想常住下来。突然南海外出现一条紫金大道，一位中年人踏着大道而来，头顶悬着几块碎裂的法器。10号一眼认出那是轮回盘，他曾在下界见过一角轮回盘，而这个人居然有几角。10号心里震惊不已，这地方的高手果然不简单。10号看积着6道轮回仙王头顶的轮回盘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他瞪大了双眼，愣在那儿。这可是上界至宝啊，每个混沌至宝背后都有惊人的传奇，今天居然见到了轮回盘的主人，10号觉得像在做梦一样。皇女说6道轮回仙王还在研究轮回大道，他目标很高。那个抱着白麒麟的小女生却崇拜的不行，说仙王一定能成功，连他怀里的麒麟幼崽都点头认同。
背负光明仙金剑的青年也觉得6道轮回仙王的才情很高，应该能成功。但旁边有人担心，仙王的轮回盘都碎了，怕他将来把自己也搭进去。石浩心里震撼极了，有人居然在研究轮回，而这个世界原本是没有轮回的。他觉得今天来这儿，就算没得到别的，了解这些隐秘也值了。突然，天上的太阳像着了火一样，轰隆隆地朝南海紫竹林坠落，海水都被晒得快干了。紫竹林里有人调侃说，这个老家伙活了这么久，还像孩子一样顽皮。天上传来哈哈大笑声，那轮太阳变成一只金乌，又变成一个穿金色道袍的老者飞下来。有人埋怨他，天上没人值守，天地都变黑夜了。老金乌一指点出，演化出一轮新太阳，继续照耀万物。石浩看得目瞪口呆，这手段太厉害了。一群年轻人凑在一起谈法论道，石浩却听得一头雾水，感觉自己像个修炼废柴。他们的修行体系和石浩的完全不一样，他们必须有仙种才能修行。石浩这才明白，为什么柳神和十凶之法只有宝术，没有完整的修行路，因为和这里的法门差别太大。背负光明仙金剑的青年问石浩为什么不说话，石浩苦笑着说自己的实力太低微，听听就好。青年却觉得石浩很谦虚，说他身上有仙道气息，肯定修炼有成。石浩解释说，自己的修行路有点特别。那个抱着白麒麟的少女提议比试一下，看看谁强。大家都很期待，催促他们动手。石浩想了想，也觉得无所谓，就和少女交手了。石浩和少女切磋时，少女一点手指，飞出一粒种子，这可不是普通种子，而是一枚道种。它在虚空中生根发芽，绽放出古朴神秘的气息，直接演化成一座塔体，震散了石浩的闪电。石浩惊讶，对方的出手方式很特别，直接从大道入手，而不是从术的角度出发。他意识到，这可能是仙古的修行体系，简单直接，但缺少变化。随后，背负光明仙金剑的青年也和石浩切磋，双方平和地交流道法。石浩发现，这些人的修行体系和他完全不同，他们需要仙种传承，而石浩的修行方式则更注重术的变化。在交流中，石浩发现黄女也修出了3道仙气，她曾炼化一片雏形宇宙作为仙种，这让石浩想起了仙古遗迹中的小仙王，他曾提到过有人以雏形宇宙为仙种，修出3道仙气。石浩在这里住了大半个月，和很多人成为了朋友，相处融洽，他们互相交流，彼此都受益匪浅。然而几个月后，石浩发现气氛有些不对劲，大家似乎都知道些什么，但又不告诉他。背负仙剑的青年、黄女和怀抱小麒麟的少女都显得很惆怅，似乎即将分别。石浩忍不住问，你们知道我不属于这里，还是你们不属于这里？他感到这些人虽然都是人杰，但似乎随时会消失。黄女、青年和少女都叹息，其他人也过来安慰石浩。石浩大声追问到底怎么回事。石浩心中满是酸楚，他和这些年轻人相处了几个月，早已有了深厚的感情。他有一种直觉，这些人即将离他而去，而且是永别。他不知道为什么，只觉得这一切既真实又虚幻。背负光明仙金剑的青年郑重地和石浩道别，说也许有一天会在红尘中重逢，但那只是侥幸。黄女也走过来，带着不舍和不甘，眼中含着泪水。怀抱着白色小麒麟的少女更是伤感，低语着再也见不到了。石浩心中震惊，他抓住他们，追问到底发生了什么。突然，远处的天空中出现了狰狞的巨眼，巨大的骨刺和灰色的雾霭，这片祥和的净土瞬间被侵染，变成了死灰色。喊杀声震天，一枚血色鳞片落下，洞穿了数位年轻至尊。黑色的藤草从宇宙中落下，压塌了山川。南海紫竹林开始皲裂。石浩眼睁睁地看着那些熟悉的面孔一个个倒下，他愤怒地出手，却发现自己的攻击毫无作用，他像是一个局外人。少女被灰色雾气笼罩，最终被击杀。石浩红了眼，少女艰难地告诉他，这是他的结局，仙古的残酷。背负光明仙金剑的青年大笑着，眼中含泪，说仙古纪元要终结了，他们不甘心。黄女也落寞地看着石浩，说这是几位大人物用大法力让他见证的。石浩终于明白，这是几位大人物用通天手段让他穿越到仙古纪元末世，亲眼见证这一切。他只是一个旁观者，无法改变什么。他看着熟悉的人一个个倒下，心中剧痛，仿佛失去了魂魄。他悲吼着，希望有一天能和这些仙古的朋友重逢。最终大钟暗淡，轮回盘裂开，几位大人物也力不从心。石浩绝望地仰天大吼，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像这些大人物一样影响过去和未来，他只希望有一天能和这些仙古的朋友们再次相见。